啊，所以这个反半它是慢慢变化的，慢慢变化。有时候呢，你也可以这样，那你看，如果我也可以用抖笔的方法一笔完成也可以啊，慢慢的，慢慢的，这边你可以反过来抖，但是这种抖笔容易出现这个锯齿状，所以它比较难控制。慢慢的继续调出颜色的渐变，不同角度都不一样。譬如说你要朝下的话，这边拖一下，啊，这边再加一个小一点的，这边可以加个大一点的，可以3个形成一个反半。好，它不同角度，朝下、朝左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方向不同而已，其他的都是一样的。譬如说这个地方，你可以一边抖啊，一边走，这是中间一笔，然后边边这个地方有的地方可以长一点，那你可以稍微拖一下，然后这边往这边拖一下啊，那这个半就比较大一点，角度不同，形状不同而已。但是它边线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这些参差不同的变化啊，像波浪线一样，1、2、3，不能够是齐平的，因为牡丹花它本身这些边边它都是这些凹凸不平的变化，如果你画的一样的就没有变化了。好，这是今天的啊，今天的。接下来我看一看侧半，侧半比较好，比较好理解啊，侧半就比较小一点。那举个例子，画这些地方小小的，这些小小的地方，这就属于侧半，很小的。比如说朝下，那么就是你可以1笔，然后再来1笔，然后再来3笔啊，稍微带一下，这是3笔成一个侧半。然后呢，也可以，这个我竖起来了啊。也可以1笔完成，由轻，然后到按下去，然后提起来再按下去，然后再拉一个尾巴，啊，这是1笔完成。正半它就很宽，侧半它就比较小，这是它的这个角度。没有颜色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调，这些是最基本的啊。反过来是一样的，那你可以1笔、2笔，然后再加1笔小一点的，拉个尾巴。还可以挖一点，1笔，然后第2笔侧锋压下去，第3笔可以往这边挖也可以了，这个角度是弧线的，不同角度，那么它的这个形状不一样，然后可以跟它交叉对折也行了，1笔按下去，再按下去，再拉一下，这是1笔完成。这里面呢有大有小啊，把这个笔弄成圆锥形，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侧半，由轻到重，再按下去，再按下去了，这样也可以啊。它在中间这里可以穿插侧锋，按下去再拉啊，这就是大小的变化。满满的爱，六月荷花啊，我们现在画的是这种最基础的啊，最基础的。今天晚上因为画了1幅了，那么第2幅我画的是最基础的。比如说这空的地方啊，你可以加一个小一点的，侧锋呢轻轻按下去，然后再拉一下，再拉一下呢，这些地方都可以随便由1笔，然后再来1笔，然后再这样，你可以往这边拉也可以。这就是侧半，很小的。好，谢谢，啊，腾腾国画，欢迎啊。那么有了这些不同角度的这些半组合之后呢，它的花才可以画的生动灵活。这个就是大的，这个就是侧面的，其实它都属于这个侧半，应该严格的说也属于反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正半。正半的颜色一般比较深，然后可以调浓一点，注意调的时候要把这个笔躺下去啊，侧锋，然后笔尖来点颜深一点的。不够我再加一点啊，加点曙红，加点曙红，
再来一点，还可以来点胭脂都可以。正斑有很多方法，可以跟那个反斑是一样的，只是它颜色比较深。譬如说我们在这里中间，你可以这样推，这是中间一笔，边边你可以再加一笔小一点的，然后这边也加一笔小一点的它同样的这里是一个弧线，只是颜色比它的反斑要深。就是如果朝上也是一样的了，你可以按下去之后往这边推一点，然后这边加一笔小一点的，这边可以来笔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这也算是正斑，只是颜色比反斑要深。这是个颜色的变化冷风。不过的时候呢，正斑一般我们吸这个其实吸底色吸的少，它加水也可以，水分一定要少，不能多要刮掉一点。刚刚学的，如果颜色太多的话，它就会渗得很厉害。好，我们继续调出颜色的渐变。再来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我常见的正斑那我这个笔法就比较一边按下去，然后再走一下，再顿一下，再顿一下，再顿一下，笔慢慢抬起来。你看，这个时候这个笔这个地方，它是慢慢的从大到小，可以反过来了。我这样画的正斑，这个就很大，这个是我的独创的笔法。这种笔法呢，我称为抖笔就抖动。抖笔的好处是它可以把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我再讲一下这个笔法就很难画，它既往上下移动，又可以往这边，还可以往这边，它是4个方向走的好，我再讲一下，这个比较难譬如说我在画的时候，经常是按下去之后，慢慢越来越小，但是这个地方呢又不能出现太多的就是上了这个地方如果不好看的话，它直的话我就可以给它修改一下。这里也是呢，可以同样的也是移动一下。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纹理都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近看一下，连那个花的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个笔法它这个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好，我把颜色调的对比强烈一些，然后你再来看会更清楚可以各个方向，比如说这里这样慢慢的一边往左边，一边往右边，这边再加一下。好，我们看一看这个花的纹理有没有表现出来，这里一根一根的纹理都可以表现出来。近看一下好，当然这个时候要聚焦，不聚焦看不清楚。那么呢，这个就是正斑两种方法，3笔点，或者像我这样直接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滚。当我们把这个颜色调好之后你就这个笔可以推也可以滚滚的意思就这样的，按下去之后，你的笔可以这样滚动滚动。然后你如果抬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时候它就小了嘛。这边也是继续往这边滚动，笔抬起来之后，它这中间自然而然这里就有一些这样的变化，所以不能太整齐可以这样滚动。所以这里面这个时候，这个呢我们就是笔法是滚动，这个就是抖动滚动，这个算第一。这种就是点应该用了几个笔法，就是这里面它是用点的手法。这第二种呢就是用抖笔的
第三种就是用滚笔的手法哦，然后这3个点大小稍微推了一下，这个就抖动这个滚笔。其实这个点的话，里面用了一种叫做推，那按了之后直接往这边推也可以吗？你直接往这边推也可以啊，然后按了之后再往这边推一下，按了之后往这边推一下，这个时候就推啊，点和推一起结合，就是点推结合啊。那么这个应该算第一个点里面的啊，第一个点里面点和推结合，第二个就是抖笔，第三个是滚笔。那么正半的就3个笔法啊，都可以这样用上。这样的话，你在画的时候就很灵活。好，那么画了这些之后，我现在把这3个笔法啊来画一朵花啊，画一朵花。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加一点，它是在那3个基础上一个很小的，叫做碎瓣。碎瓣的意思就是它在这3个笔法之外的一个基本笔法，就是有时候那瓣很小很小，你看不出来是正瓣还是侧瓣。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这里面有些地方有很小的，这里面呢很小的，它不是很明显的。那么它碎瓣我们就直接呢，你直接这样点就可以了，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啊。不同的方向你就直接点，这边点或者推或者拉一点也可以啊，就直接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这些呢就是用来画，比如说这个小的地方，你可以拿个小的稍微点一下，这就是碎瓣啊。不同方向你去点就可以了，侧锋点。有时候呢为了增加一些小的，那么这就是碎瓣。好，那么组合了这4种这个不同的花瓣之后，你再把它组合起来就会比较好看。那接下来我们组合一下，到这里画一个小小的，组合一下。好，我们先调点底色啊，调点底色。然后调出这个是珠标，今天我们还是用红色，因为今天比较冷啊，所以我用红色系，希望大家看了之后感觉温暖一点。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我先画正瓣，就直接一边走一边推啊，然后这里点一下，推一下，加一下啊，这个就属于正瓣。然后它有一个穿插关系，第2层我就在空的地方，第2层我可以小一点啊，这是第2层。注意笔尖要稍微深一点点，我调一个深一点，这一层呢，笔尖稍微深一点，你可以推，然后再点啊，这个可以交叉，这个就是3层了。这些是正瓣。然后这边还可以来个小一点的，3个3笔算一片，这边再加一个这个稍微深一点了。好，那么这3片都是属于正的，然后我再加一点侧一点的，到这个地方开始1笔、2笔，然后这3笔，然后拉一下，这边也是1笔小的，再来1笔大的，再来1笔小一点的，这侧面的，不同的角度。牡丹呢，第一是水分，第2就是调色要均匀，第3就是你的组合了，组合好就好看了。
比如说这里再来一个，那小一点的，然后再大一点的，然后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啊，你这边可以继续呢，可以一笔啊，一笔完成也可以。这边呢按下去，然后再提下去，再提起来，这些就属于侧面的侧半，所以它是慢慢组合的。调可以看一下我调的时候，这个水都是不流动的啊。如果你调的那个水都是流动的，那说明那个水分太多了。好，继续调出这样颜色界面。这边在这些空的地方，我可以交叉一下，哎，然后一笔小，一笔大，然后再来一笔。这里可以来个小一点的，可以一笔啊，慢慢包起来。啊，这些就是包起来的。你可以这里面再来一个，这是正的，啊，多层，1、2、3啊，这就是正半，这就是侧半。慧心啊，欢迎欢迎啊，唐如意。那么这些呢，都是要调出颜色的渐变，还有它的组合变化都要出来。然后在小的地方，你可以这里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啊，再来一个小一点的，把它包得越来越厉害。这里可以再来一个小一点的。这些都可以穿插的啊，随便穿插。这里面也可以再来个小一点的，哎，深一点的都可以，它包起来了。这边哎，大中，然后再来个小一点的，啊，穿插一下。这边再来个小一点的可以。好，这些都是正面、侧面。接下来。好，说错了，这些是反半啊，属于反半。第一部分，现在我画的这些都属于反半，然后这些呢都属于侧半。接下来我画第3部分正半，你组合起来，它这个花的层次就出来了。碎半的话，我这没加啊，不需要加。好，调正半的时候颜色要深。今天我是用大红啊，让大家看起来很兴奋、很热烈啊，让大家在家里面看的时候感觉更温暖一点啊。红色嘛，它是暖色系。笔尖来点这个胭脂，躺下去，调出渐变。譬如说我到这里给它包起来这些啊，比较深了，小一点，然后再大一点。抬起来，然后再包一下侧面，这水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正侧就出来了。控制一下水分啊，再来，中间小按下去，然后这里侧面按下去，再往这边推拉一点，啊，看到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半，一个正半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同样的，哎，继续调，控制一下水分啊。花蕊中间比较深，那这里小按下去，然后再来一笔，然后再来一笔啊，3笔。你看这个边线这里也是这样，这里也是呢，小、中、大。你不要画的是一条平的，一条平的那个花就不好看。哎，感觉大家好像还比较喜欢听这个基础的哦。现在搞创作还比较难，喜欢基础我就多讲一讲吧啊。再看一下啊，这里面这里有一点空，轻轻按下去，然后这里再按下去，这里因为这边有挡住了嘛，所以不用太大。然后这一笔之后往这边再推一下，这个空你可以补上。啊，那么这个就完成了。这里你可以再补一下，如果补得不好的话。好。这样的话，一个正面，一个反半，一个正半，就是2个，一个反，一个正，它的组合。来，我们继续把这里填上，小一点，然后大一点。这个地方如果它往这里走，我就往这边走啊，这里包一下。这边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空的地方不多，包，哎，就可以了。
控制好水分啊。沐浴风景，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啊，这里小一点，然后再按下来。这些呢都在基础课里面都会有啊，大家如果拍下课程都可以了解一下。啊，这里重一点啊，这个地方我给它漏了一点点出来，不要那么整齐。这些如果这里是正八的话，那么就把这个空的地方补一下呗，啊，补一下。如果这里也是属于正八的部位，你就把它补一下，把它填上。好，这样的话就是正面、侧面啊，它的正面和侧面就出来了。注意控制水分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有点多，你可以再加一下。好，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空位，我们也来画一画。中间就要深一点了。中间调大红，干一点到曙红。然后这里来点胭脂，因为我画花蕊部位，它要深一点，比较深。360度去转。香奈风筝，欢迎啊，欢迎。那这边我是直接推啊，这样推和点结合一下，因为它花蕊这里比较深。我这边推，我这边推啊。这边继续推。如果你还觉得这里不够深，你看这里有点平的话，可以笔尖再调点墨进来，让它更深一点。哎，这里加点墨进来，让它深的地方更深。好，稍微深一点，因为中间一点花蕊。欢迎。然后接下来这后面这些地方的正半，我们也给它补上，补点空。这个时候我的笔我的墨色我要洗掉，不然的话它会太深了。我重新调颜色，因为红色纯红就太红了，所以加了一点珠标。然后这个是大红，比较鲜艳。曙红，调出渐变，胭脂直一点点，太多它就不鲜艳。这地方都可以有一点啊，这里面其实可以算一些碎瓣了啊。然后这边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斗笔，边上一般要大，这里面还有一点深的，补一下。那么这里面呢，应该都是比较深一点的。
半、三层到侧半，再到反半、反半、侧半，再到这些正半的组合。那么这个花的层次就是这样表现的。可能这里面呢，第一是色彩的渐变要出来，第二就是花瓣的这个组合，第三就是整个花的形状啊，这些空位啊都要留出来。好，不能够画满了，画满了就不好看。最后你加上它的花蕊，这样花就好看了。好，那么这个是红色的这个花。后面的话呢，包括这个花的后面，你也可以再来一层，要它更淡一点，就是要它虚一点。然后后面的地方我们加一个虚一点的，那么这个颜色呢，不要那么鲜艳啊，可以腌制多一点，但是它要灰一点啊，淡一点，颜色没那么鲜艳。后面的根据需要去调整。比如说在后面这里，我可以来一点点。涂一下啊，后面的这一朵，这里不用太深，既有一个层次，然后又没有前面的鲜艳，拉开到后面去，可以推。好，这样的前后它就有一个层次，会形成前后的感觉。当然的话，这样的话就会更难了啊，这样的话画起来就更难了。这样后面加一个虚的层次。好，这样的话呢，前后